其实短影片不管是对于观众来说，或是对于创作者来说，都是有很致命的吸引力的。以前的时代是只有 TikTok 就是不能盈利啊，也没有业配。现在变成是连长影片的预算都被重新拆分，然后 bundle 来短影片了，所以短影片赚得了钱，这边流量是有意义的。那这边又更快、更容易成功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长影片？有点像这个心态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祺哦。那又回到我们今天不读稿。那这个系列呢，我就不会看稿，改用轻松聊聊的方式讨论网红圈啊、YouTube 或者是网络上面的一些热门话题。那今天我们找来了阿滴一起来跟我们聊聊。嗨 ，OK， 那想要聊什么呢？其实呢，从去年开始，大家应该有注意到，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老牌创作者停更。那我们的观察是，这可能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，而是整个 YouTuber 产业遇到一些困境。那未来或许还会更严重。那今天我们就会讨论到，为什么我们觉得 YouTuber 会出现停更潮，然后创作者的下一步还能够怎么办？然后现在开始让 YouTuber 还来得及吗？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知道吗？膝盖保养不只是长辈的事哦，年轻人也需要留意。如果想要开始保养，那可以试试看这款飞利浦膝盖按摩器。有些人的膝盖因为各式劳动可能会有酸痛啊、无力的情况。那这款无线按摩器除了在哪都方便用，还可以调节3档温度，快速的发热，促进膝盖血液循环。加上10大气囊环绕式包覆 Airwave 空气波技术，透过多腔气囊反复充气放气，模拟按摩师傅指压体干。除了舒缓膝盖紧绷和不适感，也不会过度的用力搓揉或是按压膝盖，保护你的肌腱、软骨和韧带哦。现在上泽泽平台享超早鸟，限时57折起，马上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了解更多资讯吧。我之前在 Shorts 里面有说过，就是我觉得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会倒一批的创作者。所以想问问阿滴，就是你有一样的观察吗？现在有很多有点像是默默停更的 YouTuber， 他不一定是直接从荧光幕前面淡出，而是可能他会从专门1个礼拜都做影片，变成是减少做影片的频率，甚至是不做长影片了，然后转为就都只做 IG 上面的短影片。哦，这种很多，对，有很多人他们可能以前 YouTube 是每周或者每2周更一次，现在可能就变1个月，对，然后主要全部都在做 IG。对，所以那一阵子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不定期上传，会多影响我的频道？可能遇到各种困境，所以他们不得不减少更新频率，然后去 focus on other things。OK， 所以其实大家能够想象，就主要的冲击就是短影音的冲击嘛。对，然后因为像这2年我们在业界里面应该有感受到，就是广告预算大幅的往短影音的移动。对，你应该也有很多是这样子移动过去的。对，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，第一个我有很多的平台，所以因为我各个影片的载体可以接业配的载体，我都有经营的还不错，所以我自己会观察到，比如说我公司营业额的这个预算的分布会长得不太一样，因为以前是比如说长影片，然后我 bundle 卖你一个短影片这样一起。但现在就是他们会想说，我不要长影片，我就单纯短影片。对，因为像平台也都在主推短影音上，他们都在推这个短影音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的创作者他们可能会受到一些打击。那你会下一个结论说，上一波的这个时代红利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势必会有一些人退场吗？流量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要一直去想办法追逐到的。对我来讲，长影片的红利期肯定是已经死透了，就是没有长影片的红利，不会因为你现在突然做长影片，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爆红，这个很难。短影片的话还有一些，所以如果你要刚起步，因为它的那个资本门槛比较低，就是你要做好一支短影片要投入的时间成本跟金钱，比起一个长影片来少的很多，所以它比较好入手。所以短影片是有一个相对比较适合，有点像新手村 user friendly 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比较低成本的取得观众跟流量。所以我会觉得，当然如果你 just starting out， 那短影片是还有它一些红利，但可能这个也会很快就过去了。懂。然后像我刚刚讲长影片啊，就是现在很多人我觉得观察到会停更，也是跟收入有关。我自己1个月这2个频道阿滴英文、阿滴日常加起来，每个月的流量差不多就是500万上下。OK， 那我觉得已经算是应该是一个中上，在 YouTube 的台湾圈子算中上的一个流量成绩。那我的 AdSense 每个月差不多就是$1万左右，$1万，大家换算会觉得说，哦，你每个月32万 AdSense 的收入，听起来不错。但是我其实每个月我光是人事成本就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。所以今天如果我要单纯靠 AdSense 是没有办法支撑我的公司的，我一定是需要靠其他的业配收入，其他的可能代言收入，我才能够有办法让
制作出来的内容是符合它的经济效益。因为你想哦，今天如果你是刚开始或是中小型的话，你基本上因为厂商不会认识你嘛，更不会有人找你代言，所以你就只能仰赖你的流量收入。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流量收入可以匹配你请来的人他们的人事成本？这件事情本身以现在这个2024来讲，就是有一点困难的了。对，所以很多人其实真的都是靠撑，然后靠烧钱。我每做一支就亏一支，然后就硬撑到说可能有把流量做起来了，我把这个标签做起来了，然后大家认识我了，好，我的第一个业配，好，这个可能可以开始慢慢让它比较收支平衡一点。但现在反过来有另外一个困境，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长影音的预算转到短影音，所以长影音的钱又变得更少了一点。对，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厂商如果只找比较中大型创作者的话，你一个刚开始的创作，你要撑到可以接到业配的那一里路变得更长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有让整体更肃杀一点，就是说好像没有案子，这个月我看业配收入好像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差很多。去年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是旺季嘛？但是今年好像有1-2个短影片，但是长影片怎么一个都没有？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原因是导致创作者他们可能陷入困境的？收入之外的话，我觉得就是 burnout 吧，就是你内容的 burnout，就不管是你心境上面，或是你能够制作出来你的灵感、创意力上面的。我觉得这也可以讲到像是一些外部平台的竞争，像是今天 IG 上面它的计算的一次的观看次数就是跟 YouTube 不一样，它就是比较快就可以算一次。对，所以当你发现说你自己拍了一个长影片，然后它就是例如说10几20万观看，但 IG 上面你就简简单单的就是30万，对，甚至是就打平量就10万了，对啊，对，但你就会觉得那我努力干嘛？这个是我真的不管收益哦，我今天单纯是以一个我想要有成就感，我想要有观众看到跟我互动，这也是一个做影片很重要的原因嘛。那我花不到1/10的时间，非常精雕一个短影片，跟我就是花了这10几个小时，然后做出来长影片，但是观看的回馈就是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在协会最近群组也有一些创作者在问说，大家为什么坚持做长影片？我记得有丢出来这个命题，对，然后就很多人在讲说，哇，长影片真的困难，真的要坚持，然后短影片就是一个感觉比较就是快的流量，然后可以很多人愿意跟短影片互动。所以其实短影片不管是对于观众来说，或是对于创作者来说，都是有很致命的吸引力的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快的东西。以前的时代是只有 TikTok 嘛，对，所以 TikTok 就是不能盈利啊，也没有业配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变成是连长影片的预算都被重新拆分，然后 bundle 来短影片了，所以短影片赚得了钱，这边流量是有意义的。那这边又更快、更容易成功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在长影片上面？有点像这个心态了。然后中间也有一些是机制上面问题了，像是 YouTube 的黄标机制，对，它虽然一直有在变好，可是它还是会时时让我们感觉到说，今天这个机制好像又突然大改了。你知道我们前阵子有几个东西被黄标，我们觉得超级莫名其妙。我们聊那个鸽子太多被黄标，然后我们有个特教生的教育被黄标，然后还有我们聊该不该晒小孩也被黄标。为什么？就是哈，而且因为只要被黄标，你单支的收入可能就只剩1/5。对，那因为我们自己是产片量大的，对，只要有几支会被黄标，对于你说整体的冲击是小一点点。但如果是其他的创作者，他们一周才1支，他们一个月只要1支被影响，你直接营业额少1/4。对啊，一个月收益不见了。然后或者是版权炮的一些问题。对，现在因为版权炮其实机制是非常非常狠的，可能你突然过去好不容易做了一个东西，然后他就不小心使用了一个错误的版权音乐，直接版权收益全部拿走。那他干嘛要做？对，所以的确这些都是长影片创作者会遇到的困境。如果今天有一个新人，他还想要从零开始当 YouTube， 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？然后我以往的回答，都是现在开始超棒，这边就是可以有很好的职业发展。我现在就会重新想这个回答，因为真的现在我会觉得，如果你要开始 YouTube 没有不行，但是你真的要去思考你的成本结构，跟你到底要做什么内容，真的是要非常有纪律跟计划的想说，我的路线是这样子，我的成本结构长这样，我每一支影片要花这个钱，我大概多久时间我可能可以到第一个里程碑10万订阅，能不能够到10万订阅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真的要稍微有一个 business plan， 不然的话真的因为现在内容太多了，你不会脱颖而出。我很喜欢的是一阵子之前真奈特在忙什么的摄影师阿轰吧，对，然后他在 Thread 上面就有一个系列，就是他每天在10万订阅之前一直发对，发他的笔记啊，那观察。我觉得现在你要成功，真的要像阿轰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精神，跟你很明确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然后有了这些东西之后，再加上坚持，我觉得才会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今天我 YouTube 我不能够只服务
某一个群体，我一定是所有上来的人，我都要给他想要看的东西。所以不只是要照顾我们这些素人的创作者，他们也要照顾电视台，他们也要照顾新闻台，也要照顾实况组。所以我觉得平台让它越来越复杂的时候，就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说做这件事情就对了。在这个红海里面，已经开有意大利了，对啊 ，difficile 就是你要在这片红海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定位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要独自做的功课。你对于一些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创作者，你觉得在这个环境之下有哪些可以注意的事情？我觉得现在就真的是要回归到，就是你影片好看这件事情，就单纯是这样。你提供的东西是让大家看了之后开心的，或者是有一个陪伴感的。以我频道的成功案例啦，就2个。第一个是可能要真的往比较再长一点的影片推，像以往我们5年前我们就会说大概8分钟的影片，对，8到10这个是刚刚好。现在真的是越推越长。现在我会觉得说，20分钟以上，就是一个算标准。因为现在的我们的定位会落在真正的认真娱乐，像比如说 Netflix 或这种电影影集之下，但是在短影音这种零碎时间之上。这件事情很有趣。我前阵子刚好在看那个观众使用荧幕的时间，我发现也有变。以前在通勤的时候会很多，现在它就是延迟了。以前都会叫在7点嘛，现在都会延后到，例如说8点9点，就大家在睡前你才会来看。所以它的确是一个我现在想要开始比较不要那么hype，因为短影音有的时候很hype，但我想要专注的看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点开来把它看完。没错。我自己的非常不科学的研究显示呢，真的大家第一个要不就是在吃饭的时候看，吃饭的时候一直滑很烦，加上吃饭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去选那种很精致的东西，你就想说随便找个东西然后配饭吃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下饭很重要。怎么样很下饭？就是你本身也拍食物就很下饭。对，所以拍食物就是总是有它的保底量。这就是我觉得九面说的，就是要对决的圣杯就是食物。没错。第一个是这个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把那个时间的时长推移到再长一点。对不对？你要寻找到这些愿意看长时间的观众，因为他们才是真的会留下来的，然后真的时常会回来的观众。然后我觉得另外刚刚前面有讲到，就是你可能要开发更多流量以外的一些收入方式，去分摊这个风险。现在有越来越多创作者在研究团购。对，那团购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强而有力了，它就是你的硬实力吧。怎么样透过你的内容去说服大家说，这个东西我推荐的，大家也会喜欢。透过你的导流或者是你的折扣，大家集结起来买的那个能量，创作者来说你就是有个拆分嘛。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创作者，因为长影片没有置入的关系，也没有业配的厂商愿意付那样子的制作费，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版位变成是拿去做团购的转换。然后我也想到。现在有一些创作者来问我的时候，我好像通常都会回答说，那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内容，它的本质到底适合长的影片还是适合短的影片？到底长期来说我适合哪一个？像是如果你今天是讲故事的，你就适合长的嘛，因为故事你1分钟不能够讲多少。那如果你今天你是适合讲时事，它有一些脉络适合长的。但如果你今天你就是快速的短剧，那你要需要啪啪啪啪啪，那为什么中国那边他们会有那么多的时事短剧那么的红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可能很多时候就是用短的来拍就好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啊，你深入思考的话，其实有点可怕。你就想说，我现在拍这些长影片，好像短影片都可以你会发现我这些东西难怪没有人看，就是它不需要以长影片的形式存在啊。像我有时候拍阿迪日常的时候的 vlog， 然后我把它后来转成短影片，我想说，我这个1分钟的短影片好像传达的资讯跟我这10分钟的影片是没有差太多的难怪这支短影片的流量好这么多。如果只是一个体验，就是你这一整支长影片里面只有一个 highlight， 就是那个体验，前面都只是 build up 跟不太重要的背景资讯的话，那说真的，就是那个才是影片可以被切割出来的精华。那如果要总结，就是接下来可能2025年 YouTuber 的大家经营策略，你会怎么说？如果是2025年的话，你如果要开始一个 YouTube 频道的话，我觉得是要回归成本面，就是你真的要去思考你每一支影片做出来的代价是什么？因为以往你可能可以，英文有一个片语叫 wing it， 有点像是你就豁出去，你就照感觉、照直觉就这样挥棒。但是2025年我觉得比较难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好好的把你公司的每一个人他们在做什么，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，是他效率是什么，然后你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、可以提升的，把这个体质调一调，让你更好的去应变各种平台跟流量比较不受控的元素，把你可以控制好的东西都先 tune 好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会是一个准备好的创作者。那大家看到这边呢，会突然发现说，我们怎么2个人的样子变得不太一样，发型不太对。对，那这是因为就是我们原本剪完了之后，后来就觉得说，好像其实可以顺便补充一下，今年
对于 YouTuber 啊的这些生态观察以外，也可以讲一下说，我们今年新干了一件事情。我们跟阿滴在今年的时候，我们创了一个新的 MCN。没错，首先呢，我觉得要先来讲为什么想要创 MCN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我有一个名号叫做这个地下理事长或者是李长博，是因为我过去可能我很常会协助各式各样创作者的问题。如果是我会解决的话，我就不会去烦 YouTube 了，我就直接解决跟给方法或是给网站。如果是连我都没有办法解决，真的是需要一个 YouTube 官方的话，我就是会去拜托说麻烦帮忙一下这样。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道。那 MCN 一样成为一个官方的单一窗口，可以统整所有底下创作者的问题，然后有一个 YouTube 可以对接的人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成立最主要的目的。我觉得透过这个 MCN 的官方管道，的确有帮助更多的人，更顺畅的去连接到 YouTube。但是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个，就是 MCN 的名声，其实在台湾并不是特别好。以前在台湾 MCN 有一些 bad player， 他当然合约就会先写了，我可能就是会抽你20%，抽你30%，然后换取一些服务。但到最后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，这些服务你也没有好好做，对你没有给付这些服务，那我为什么要每个月被你抽20-30%？因为过往有这些名声的关系，所以我在做 MCN 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让这 MCN 是透明的，提供的服务是对价的，以及让大家可以信任的。那简单来说，你加入 MCN， 对你每个月会收到的 AdSense 不会有任何影响。MCN 的收费是只有每个月的金流手续费，美金22块，那差不多就是台币700块钱。那这个金流手续费是你本来每个月在提领你的 AdSense 的时候就会缴的金额。对，因为我们只收这个金流费，所以你在加入前跟加入后，你自己实际上收到的钱是不会改变的。那这样你可能会问说，那这样 MCN 在赚什么？那其实是因为对于 MCN 来说，这个金流费我只要支付一次，意思是我们如果旗下有100个频道，我们只需要缴一次那个22块的金流费，那省下来的这99份就可以用来当作是支撑 MCN 基础营运的费用。这样子就可以让 MCN 稳定的运作，但是创作者不会有任何额外的负担。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讲一下 MCN 到底可以解决哪一些问题。然后我想到第一个最直接就是会有一些新功能，你是可以抢先试用的。像我们最一开始，你还记得 YouTube Membership 吗？会员制其实是 MCN 先有权限可以做会员制，然后还有 YouTube Shopping， 就是你可以在自己的影片底下连到一个外部的网站卖你自己的东西，或是卖一些联播网的东西。这些功能全部都是先小规模在 MCN 频道里面测试，它才敢去放大到所有人都可以用。然后像是我们可能会比较早得到关于 YouTube Shorts 的资讯，或者是刚刚讲的 YouTube Shopping、YouTube Courses 等等的这些资讯，比较早的时候你比较好做一些准备。真的不只是资讯哦，是资格。对，就是你只要是加入 MCN， 你可以视为说你的频道就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权限。然后另外在创了之后才发现的一个是，就是会加速一些厘清黄标然后红标的功能。刚好 MCN 底下在试营运的时候，有一个频道就说我被黄标了，结果我们去问了之后，对方呢就回信了说这个东西是在第几分第几秒的时候，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被黄标，后面那个 poster 上面的这个东西所以黄标了。就变得比较详细。对，那这个详细就帮助大家可以做很多很多细节的调整。然后另外我觉得还可以讲到一个是报税这件事情。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创作者都是小团队或是一个个人。那你自己要去报 YouTube 的这笔税其实很麻烦。对，所以过去有很多的 YouTuber 大家就选择就干脆不要报了。大家要知道，今天你在做 YouTube， 它是非常明确可以查到的。所以过去很多的 YouTuber 大家都是被查到了之后才想我没有报，然后就好，那我补缴，然后补缴就发现1.6到2倍。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大家能够报就要报。那如果你今天是 MCN 旗下的频道的话，其实 MCN 这边就会直接统一帮旗下所有的成员报税。这样子你到时候就直接出现在你的后台。对，光是你省下的这些时间就非常的值得。然后另外我觉得很多人不会填那个美国税务的表单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在后台应该就会看到有一个那个税务申请的资料，有人就是从来没有去填那个表单。那这件事情它很亏，因为不填的话是你会被美国政府扣全球收益的24%。对，然后你有填的话是只扣美国地区收益的30%。对，大家光听到这个就知道差超级多。那这个时候因为 MCN 会知道比较详细，然后我们就会帮助大家填。有人就没有填，然后我们就提醒他，然后他就填，然后他就突然发现我怎么一个月收入多那么多。他之前都被束缚住了。对，因为他不知道，之前都有一个1/5被拿走了。对，就是他不知道这件事情。那我觉得 MCN 你可以想象是这里的资讯比较流通，所以我们会比大家知道多一点点事。然后 MCN 也有积极的在开发其他的新服务，包含
含我们有 MCN 内部的联播网跟业配的机会，我们就会优先给 MCN 底下的频道们。就是如果大家有打算要好好经营这个 YouTube 的话呢，都欢迎来加。然后我们有个人啊、团体、公司行号都可以。然后你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来信，然后你可以寄到这个信箱去询问更多的细节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，可以分享给其他创作者一起来交流想法。此外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其他相关影片。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